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、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，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Sister Wong， 我很欣慰你能坚持完成第一个化疗疗程。现在你可以先休息2个星期，然后再进行验血测试。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第2个疗程，我们会加入 Peliticel。这个组合呢，主要是降低癌细胞再复发。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？对不起，我不想进行第2阶段的疗程。为什么？如果不继续化疗，你体内的癌细胞可能会转移到别的地方。你姐说的没错。无所谓，总之我不要再做化疗了。不行，我反对。Sister Wong， 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。现在癌细胞已经没有扩散了，你是有机会复原的。Dr. Lau，谢谢你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好吧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。如果需要什么咨询，可以随时联络我。你也可以找负责肿瘤科的 APN Judith。也许你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，我们下次会诊的时候可以再讨论。姐，有件事，我想找你帮忙。当我的决策代理人。不要跟我说这些。如果你放弃治疗的话，就没有我这个姐姐。你冷静点，你那么冲动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当我的决策人呢？所以我不适合。你为什么不叫一强呢？一强已经跟我没有任何瓜葛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决定到上海去发展事业，定居在那里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他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他没有错啊。怎么没有错啊？他根本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。再说，我也不需要他的施舍。我这口气，你吞得下，我真的吞不下。他算是什么男人啊？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，可以让我保住最后一点尊严，好吗？答应我不要去找一强。没有他，我日子还是应该可以过的。你真的是自欺欺人。你真的不在乎的话，就不会放弃治疗。不是因为一强，我只是想过一些比较有素质的生活，不想被病魔拖着走。我累了，你懂吗？
小王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大姐进了医院啊，干嘛没有通知我啊？她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没什么大碍，如果真的没事的话，干嘛要住医院呢？想不到你这好朋友都这么紧张，那个跟他生活这么多年的人，竟然不当一回事。易强，他做了些什么？这个男人太过分了，他竟然说要跟若君分手。那大姐怎么说啊？说来话长，黄以强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你们律师哦，不是靠讲话吃饭的吗？突然间变哑巴。你心虚啊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有什么好心虚的？我是要出国公干，你是要跑路吧？我需要跑路吗？你当然需要跑路啦，因为啊，你受不了你良心的谴责，因为你背信弃义啊，因为你过河拆桥，不要脸的臭男人，呸！你也不想想，在你去潦倒去落魄的时候，是谁帮了你，对你不离不弃？现在若君有事情了，你竟想一走了之。我已经尽力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？是罗君他自己说，不想成为我的负担，叫我走的。大姐她处处为你着想，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一直劝她跟你一起复合，你知道吗？我打你这个男人！你凭什么打我？这是若君打的，先替我妈打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臭人，不要脸！够了啦！臭人！不要了啦！哎，不要打了啦！黄以强，不要让我见到你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！你个是忘恩负义的家伙！你不要在你家楼下那泼妇大骂啦，很丢脸的。Sister Wang，你又没吃啊？拿出去吧。无论如何，不管什么情况之下，我都会守在你身边，照顾你一辈子。离开是他的损失，他失去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你，而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，阿木。不要对人性感到失望，就像你买了一盒鸡蛋，不可能每一颗都是好的。对不起，又是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想到什么都会传简讯过来给你，请你把我的简讯调成静音，免得影响你的正常作息。还有，你要的护唇膏我买对了吗？你们怎么一起来的？我楼下家来的。的。你们去找一强了？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去骂了他一顿是吗？何必呢？我没有骂他，不过他骂他，而且他动手打他。你不说话会死啊！我都说我不会说谎了吗？算了，不打都打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我要休息了。大姐，Big Sister Wang 他说，你不要接受第二阶段的治疗，是吗？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放弃治疗，值得吗？虽然他放弃了你，这并不代表你也应该放弃你自己啊。我要睡觉了，你们不要影响我休息好吗？
为什么女人就要受这种苦？罗恩呐，你跟大江在一起好几年了吧？女人呢，总需要一个归宿，你总不能没名没分的跟着大江啊。我是跟大江在谈恋爱，又不是小三，不算没有名分啊。那我问你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大江啊？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对彼此的感觉都很好。不过说到爱啊，好像太沉重了吧？好啦，大姨妈，别再问了，你越问我越心碎啊。结婚其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嘛，你还是可以拥有自由的。你都说是形式了，那办不办也无所谓吧？洛恩啊，洛恩，你是太无情还是太理智啊？大姨妈，洛恩不是无情，他只是比较独立。我是怕你老来无伴呐。洛恩啊，还是让大江照顾你吧。那你可以放心，我当了一辈子护士，我很懂得照顾我自己的。问题是你会，大江不会嘞。原来是大江需要我，那我嫁给他不是很吃亏？我真的是被你气死了！我这一次专程来就是为了大江的婚事，如果你不带，我就不回去了。那好啊，大江，以后有人照顾你了。大姨妈，结婚这种事要随缘的，况且若恩有情有义，一定会照顾我一辈子的，放心啦。You sure? Sure. OK， 放心。看到你和大姨妈和好，她可以安心回国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真的很固执啊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你不觉得你们两个性格很像吗？哪像？我是择善固执，坚持自己的原则。其实大姨妈催我们结婚，也是为我好。结婚有什么好？根本就是自讨苦吃啊！为什么你总是对婚姻没信心？你看若君就好了，真的是吓死人。我真的希望我这辈子不用在这种事情上面纠缠不清。我知道，你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，不要为了一纸婚约而绑住自己。可是什么？有话就说吧。洛恩，你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或是你先走一步，这副告文该怎么写？骨灰碑上又怎么下笔？如果没有名分，我就不能在丈夫栏上填上我名字，在法律上，你也不是我妻子，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既然我没有结婚的意愿，就不应该拖着你。我看，我们还是保持好友的关系。希望你找到一个愿意跟你结婚的人，可以有个名分，不用留下遗憾。同样的瓶子，如果可以装香水，为什么要装毒药？同样的是人的心情，如果可以充满欢笑，为什么要让烦恼占据呢？妈，妈，怎么了？我真是个没有用的老家伙，就算女儿需要帮忙，也不愿意向我开口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嫌弃你，真的一点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帮忙？我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这个当妈的感受啊？
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以后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告诉你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过你不要嫌我烦哦。我怎么会嫌你烦？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答应妈，要快点好起来。我知道你的胃口不好，可是我煮了粥和汤，你一定要吃，吃了才有力气抵抗病魔。以强的事我知道了，他不是个好男人，忘本，不懂得感恩图报，根本就不是人。走了更好，一点也不可惜。若君，不必要为一个不爱你的人难过，知道吗？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你还有妈妈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，要振作起来。有一种爱，永远源源不绝，而且不求回报，那就是母爱。看着眼前日渐老去的妈妈，我真的感到很内疚。她曾经说过，只要孩子健康幸福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可是现在的我，真的是无以为报。哎，听说你要转去做临终护理啊？是啊，已经申请成功了。哇，临终护理，同样不简单哦，责任重大。你不止得照顾那些病人，还要就是帮忙病人的家属去接受和面对死亡。我明白，我就是看到很多病人的家属，因为没有办法接受病人的离去，就强迫医生延续他们的生命。病人也因为顾及家属，放弃自己的意愿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过得很痛苦。家属也悔不当初啊。说的没错，让病人的家属明白和尊重病人的最后遗愿呢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可以让病人呢在最后的日子里头呢过得比较好一些。我希望病人都可以得到善终，帮他们把痛苦减到最低，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开。哇，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那么有想法。你就不用夸我了。高先生、高太太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今天做化疗啊？是啊，现在在进行第3阶段的化疗，副作用比以前少很多。气色真的不错，你的气色也很好啊。还不是多亏了你们和 Sister Wong， 我们才没有放弃。对了，很久没有看到 Sister Wong 了，她还好吧？还不错。他的化疗做得怎么样？效果好吗？Sister Wong得了癌症。是，我患了乳癌，第2期。没事的，你看我又不是好好的。XYZ 告诉你们的？不是，我碰到了高先生还有高太太，他们说你在做化疗，我才知道的。为什么病了也不告诉我们？有什么好说的？癌症中心的化疗室每天都是满满的人，除了 XYZ 后的家人，我没有告诉其他人。Sister Wong，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一定要让我们知道。Sister Wong， 你一定要好起来。Sister， 你绝对不能倒下，你是我们8A病房的 icon。什么 icon？ 我只是个普通人。再说我现在是个病人，
一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的。不是的，在我心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天使。当年要不是你鼓励我，我早就放弃治疗了。Sister Wang， 其实你一直在影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所谓生命无常，人生苦短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及时行乐，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自己想玩就说啊，找一大堆借口。哪有想要玩呐？哎，在你身边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下一个嘛，啊？哇，感觉新加坡快下雪了，听得我快冷死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。喂，我看到 Madam Go 看到的鬼了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今晚我是 night shift， 你可以在我休息的时候来找我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我没有兴趣，我也没有像你这么无聊。喂，真的吗？你不来我就叫家人陪我了。你叫谁都好，总之你不要叫我。我回家了，拜拜。喂。都过了15分钟，我看他是不会来的。你真的来了？对啊，睡不着没有事做，所以陪你来抓鬼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刚好现在是我休息时间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还记得 Madam 跟我说，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。飘来飘去，嗯哼，你走远了，他出现了。我不要看了，我回家了。哎，看清楚一点，看。Valeria 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不要再玩了，早点休息。嗯，乖。就是自己吓自己。可是 Madam 跟我说，厕所的灯一闪一闪的，又是怎样？哎呦，东西也会坏的嘛，已经修好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啊，子饿了，什么来的啊？鸡肉粥。鸡肉粥，你抱我一抱。我不是宵夜的。那你买2包干嘛？家人呐，你不是说叫他来陪你抓鬼吗？我没叫他来。看来是我自己自作多情，你不是真的来陪我的。你的意思是我是特地来找家人的吗？不是吗？你要这么觉得，我再怎么解释也没办法。看来喜欢疑神疑鬼的人不只是我。我先走了。是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刚才我说错话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没关系，晚安。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。他不明白，我是太害怕失去他，所以才会疑神疑鬼、患得患失。原来爱得越深，人就变得越胆怯。爸爸，你看，哥哥买了很多新玩具，还有新衣服给我。过来。是你吵着要的，对不对啊？干嘛需要新衣服、新玩具啊？你没有啊？你不喝奶？你不要怪他，是我自己要买给他的。那乱花钱呢，是个坏习惯 ，no good。你放心好了，花的不是你的钱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想要灌输我们的孩子呢有正确的价值观，
悉尼从小到大要什么我都会买给她，她也没有出问题啊。她现在的成就也不比你差。哎，要说有问题，就是看男人的眼光差了点。你没有听过吗？女人呢可以富养，儿子呢就应该穷养。总而言之，我希望你不要干涉我教孩子的方法。偶尔一次半次的，让小孩子开心点，应该无妨吧？总而言之，我希望呢以后呢你不要带不错乱去买东西啊。我真的不希望他养成了挥霍的坏习惯。不错，是我的孙子，我不希望你把他当成是乞丐来养。那我宁愿他是乞丐呢，也不是一个暴发户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不要生气，公公对我很好。去吃冰淇淋，还叫很多姐姐陪我玩。你不是说要鱼有鱼，要肉有肉吗？爹地，你不要看啊，就因为江鱼仔小，你就不把它当成是鱼，它叫做江鱼仔，是有原因的。你这种狗眼看鱼低的想法是错误的。啊，对不起，用错词了，应该是人眼看鱼低啊。好吧，江鱼仔勉强算得上是鱼，那你说的肉在哪里啊？根据科学研究，肉呢是有很多毒素的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。这个鸡蛋的营养呢跟肉一样，所以吃蛋就好像是在吃肉。再说这是蒸蛋，很健康的。那么健康你自己吃吧啊！我带爸和不错出去吃。啊，不用，不错呢会留下来陪我吃的，你们去吃喽。我要吃炸鸡。没问题呀，不错，真的假的？你那么没有义气的。OK， 来，爸，我们出去吃吧。不错。走吧。好，你们出去吃哦，我自己一个人吃哦。干嘛你？睡不着是吗？都跟你讲了，不要吃外面的东西嘛，又咸又多油，吃了消化不良，自己装迷信的自己不知道咩？起来，给我说清楚。说什么清楚啊？我不是说你消化不良哦，indigestion。你分明一直针对我爸啊，他哪里得罪你了？喂，我本来是不想说的，因为我不想破坏你爸爸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既然你要我说的话，你逼我的话，我是可以讲的。说啊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他做生意啊，可以说是商人啊。商人，砍商人的商好不好？他今天带不错去哪里，懂吗？买东西吃东西哦。如果真的是那么简单，那就好了。他带不错出去呢，是为了掩饰他犯罪的行为。胡说什么啊！我爸不是这种人呢，你不要污蔑他。为什么我说的东西你都不相信啊？他说的你就相信？因为他是我爸啊。我可是你的老公哎。你要证据是吗？好，我就是人证。那天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呢，我就亲眼看到你爸爸在那边放高利贷，跟人家讨钱，所以我才突然间不见掉，因为我去跟踪他，我看到他载着一群不三不四的女人去招生意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过去隔壁房间问他的。我现在累了，我要睡觉。Case closed。再来一个。不错啊，吃你这个食物不要跟别人share，不卫生。你也跟我share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你爸爸，我又不是别人。不谢不谢啊。Kevin 给我1块钱。他为什么会给你钱啊？因为我借他5毛钱，他就还我1块钱哦。
是公公教我的。爸，怎么可以教他这种东西啊？你以为是放高利贷啊？我是开玩笑的，随便说说。没想到他是当真的。哎，不错啊。那天公公跟你说的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记得把那5毛钱还给 Kevin。我们做人呐，不可以贪小钱，要就赚大钱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不错啊，赶快吃你的早餐，爸爸送你上学校啊。我可以送他，反正我闲着没事。以后我们自己接送，不用麻烦你了。你今天不用上班？今天休息啊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散步了。爸，你的白头发几剩这么多的啊？你已经当别人的妈妈，爸爸当然也会老的嘛。哎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我记得你以前像不错这么大的时候，整天吵着要抱宝宝，一眨眼你就长大结婚生子了。你现在是半退休状态，就由我来照顾你了。好啊，就陪老爸坐一下。爸，你现在做什么生意啊？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我都做。我知道利润对生意来说真的很重要，但是有些钱是不能赚的，明白吗？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在爸爸面前不需要拐弯抹角的。OK， 我想知道不错说的那些姐姐们到底是谁？女儿啊，你该不会以为爸爸是去当皮条客，还是去嫖妓吧？当然不是啦。但是耀宗说，他看过你接送一些穿得很性感的女人。难怪，最近他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，因为他误会了我。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啊哦，哇！哎，你明知道你是武林高手了，你干嘛要谋杀亲夫啊？就是要打醒你啊！误会我爸。哎呀，又是跟你亲爱的爹地有关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好不好？难道要相信你的啊？我爸现在是兼职当私人的士司机。你说的那几位穿得很性感的女人，是他的乘客。好，就算他们是乘客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穿得那么少？他们是跳国标舞的。我爸时间比较松动，可以配合，所以他们就指定要我爸当他们的司机啊。呀啦，你爹地说什么你都相信了？呀，我求证过了啦，还被他们拉去跳国标，丢脸死了。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啦。你跳国标啊？嗯。哦，好性感哦！是跳什么的？恰恰、rumba、paso doble。今天晚上回家跳给我看。还敢说废话哦？这件事情还没有跟你算账。好，就当是我误会那些女人了。不过你怎么解释我亲眼看到你的爹地放高利贷呢？就是不相信我爸，对吗 ？OK， 走。走。Hello， boxing。请问你啊，那天是不是跟一个叫做关兴国的人借钱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他认识他？他是不是大龙？哼，当然不是啊。哎呀，boxing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呢是来帮你的啊，有什么话你敢说出来吗？是，我是向关兴国借钱，不过呢，他是我朋友，不是阿龙。真的假的？那天我明明听到他威胁你啊，说如果呢你不还钱的话，他会把你搞到啊连工作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是在开玩笑，你这样当真啊？这么急叫我来，一定是忘了带钱包，没钱付账吧？爸，你真会说笑。来，请坐，不要站在那边嘛。哇，竟然开口叫我爸！哎呀，看来太阳又从西边升上来了。爸，你不要这样讲啦。其实啊，我都是有叫你的嘛，只不过叫你爹地嘛，因为爹地跟爸的一样意思的。不过爹地比较，因为爹地有2个字啊，爸只有1个字。哎，你是打从心里叫，还是在骂我？
说真的，老爸，对不起你啊，之前呢对您有一些误会，所以对你的态度不是很好。不过你大人呢不计小人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爸，你就不要生他的气了，他是小人。那我现在算不算是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你简直是内人。Okay, that's wrong. 不是内人，你是好人，你是自己人，你是亲人。OK， 爸，你要什么尽管点吧，要解开你心头之恨。这样子不好吧？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有仇不报非君子。让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！哇，你看，墨西哥鲍鱼不错啊。我有朋友吃过这个墨西哥鲍鱼，他们说吃这个鲍鱼吃起来很像 rubber， 这样一点不好吃的。rubber 可以吃的啊，为了省钱什么话都可以说。你不要这样讲我嘞。其实啊，我这样子说呢，是为了爸你好。爸都一把年纪了哈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鲍鱼啊，它的胆固醇呢是非常高的。我是护士，他也是护士，我们都知道的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少吃为妙哈。是。你说的也对啊。女儿，好久没有吃鱼翅了，就来一碗吧。好啊，就来一碗吧。鱼翅啊，一碗干脆2碗3碗吧。不过话要说回来啊，其实吃这个鱼翅啊是很残忍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为了那一碗鱼翅哦，他们把整只鲨鱼都给杀掉了。就因为那么多人喜欢吃这个鱼翅啊，搞到现在有一些鲨鱼已经面临绝种了。所以我方坚决认为呢，我们不要吃鲨鱼，我们不要吃鱼翅。吃碗鱼翅这么罪孽深重。知道就好，最好不要造孽。那就来碗龙虾面吧。龙虾，这个龙虾连一碗龙虾面都不肯请我吧？如果说爸真的很想吃龙虾的话，就好吧，我就来碗海鲜意面。What？ 是他先对不起你了，你不用对他客气耶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真的是太神奇了，爸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爹地呀！有一个演讲家林奕杰说过，人生需要急转弯。当你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你要的不是放弃，而是一个急转弯。因为转过弯之后，你一定会看到一条全新不同的跑道，而且一定是一个全新不同的风貌。不要一直用手机。小心啊，有辐射啊！如果传来的是正能量，是有点辐射，我也无所谓。Anyways，Jam、Kate、Ace 知道你的事情之后啊，他们都很担心啊，他们都想来看你，可是呢，被我阻止了。既然知道了，就让他们来吧，不然会让他们觉得我不近人情。哇，有没有搞错的？这种事情啊，是一传十，十传百的。如果每个人都来看你的话，你怎么休息啊？我问你啊，我没事，我会好过来的。这句话你说过几次了？那你觉得你来不会打扰我吗？我又不是来跟你gossip讲废话的。那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要开始进行化疗呢？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好吗？不然聊什么 ？Fashion, handbag。陪我去一个地方。你可以出院没？我办好出院手续了。哈，根本不知道的。来这里做梦。很明显的，还需要问吗？两位想选择哪个殡葬配套啊？我要那种简单大方，过程不会太繁琐，又肃穆的那种。小姐，
这种事情一生人一次，不能省的。你办得太寒酸，对死去的人也是一种不敬。他不会介意的。我想问一下2位，跟死去的人是什么关系？我是替自己选的。拜托了，你干嘛咒自己啊？人都有死去的一天，如果能提早安排自己的身后事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仪式，何尝不是件好事？说的没错，可是问题是啊，需要现在办吗？谁会知道，死亡和明天，哪一个会先到？好，既然是这样子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定2个。请问你啊，定了1个之后啊，下一个有没有50%的折扣 ？Yes， 跟我一起 shopping 啦 ，Come。哎，那这个呢，我觉得就比较朴素，因为它颜色就淡淡这样子。这个太多白灯了啦。哇，这个有美到又黑色又金了。哎，小姐啊，这个没有 price tag 啊？我们通常都不把标签挂出来，你可以看我们的 catalog。一定是很贵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啊，这个白色的也好看呢。是啊，简单大方。这个哪里简单？这个有没有就简简单单，小它这个4方盒这样的，然后3合板做的这样？现在你的身后事哦，都已经办好了，那你应该可以继续化疗了哈。我还没有立遗嘱。所以我就说嘛，有钱呢就是有这种问题的。这个遗嘱呢，就是一定要立了啦。反正呢，这个棺材呢，我们都已经定了，遗嘱差不多要立了。那我们干脆也办一场道别会。这个告别会呢，我们要做的比较有地方色彩啦。我们可以搞一个很大的歌台，有没有？哇，请那些歌台的大明星全部来唱歌。可是不可以唱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很无聊哎。大姐，我知道有人伤了你的心，让你很失望。不过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。你还有我，你还有关起来，你还有 Big Sister Wong、Mother Wong， 还有所有爱你的同事，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真的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而放弃了你自己。你应该为那些珍惜你的人活得更好。不管以后的路有多么难走，我们都愿意当你的后盾，一直陪着你，不会放弃。有人说，友谊不用碰杯，也不需要礼物。最好的友情可以超越爱情，最好的朋友可以让你笑着流泪。王若君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。那现在你说我还小，我到底是长大了还是还小呢？我讨厌妈妈了。你知道养一只狗费用要多高吗 ？Excuse me， 你平时都不舍得花在人身上，怎么会舍得花在狗身上？我本来是喜欢 A 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很喜欢我。B 呢，对我很好，很关心我。其实我觉得我也开始对他有一点点好感。我决定追求事业。
你们2个都已经在一起了，现在才跟我说，你干嘛？你玩我啊？我们现在不要说兄弟，连朋友都不是。用爱播种希